母后与子夫同坐而饮，登船游湖，还赐了祖母赏的花鹿。我也总算在回府之前，帮弟弟了却了一桩心事。不知弟弟打算如何答谢我这个姐姐呢？姐姐为我劳心，我自然是要谢的。只是这次赏的另有其人。敕命平阳侯曹石修建建章宫。圣旨早已经送出去了。我想姐姐想要的就是这个。弟弟真是深知我心啊！一如姐姐明白弟弟的心一样。早前我以平阳侯名义出宫，多少知道姐夫在外面的名声。平阳侯祖辈自大汉开国以来，功若秋山，绵绵不绝。可到了姐夫这代，我虽身为公主，也只是女流之辈。这天下事能为他张罗的，我都已尽力。恨就恨他胸无大志。我给姐夫这差事，对了他的长处，又有功名利禄在前，他不会不勤恳对待。希望这次他能好好为汉宫建立功绩，延续平阳府名望，也为姐姐争口气嘛。你这个姐夫，也就懂这亭台楼阁、水榭轩廊之事。弟弟用心良苦，姐姐真不知道说什么好。请受姐姐这一礼。哎，姐姐别这样。姐夫好，便是你好；姐姐好，弟弟就安心了。啊，对了，子夫的弟弟卫青不正在建章宫任职吗？他出自平阳府，而且熟知你姐夫的脾性，也算精明能干。不如让他也参与其中，也方便替你姐夫办事啊。我也觉得他不错，就让他协助姐夫吧。弟弟只见过他几次，便觉得他不错，分明弟弟是爱屋及乌。卫青真应该庆幸有一位好姐姐，才能够得到陛下的器重。我不是也有一位好姐姐吗？手工要精细一点啊！好。月娥在。一会儿你跟陈裁缝去挑布料，要最好的绒圈棉。本侯既然担了修建建章宫之职，这行头嘛，不能太过寒酸老旧，要最好最贵的，方能衬得上本侯的身份。诺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这是什么呀？啊，这种有缺口的枣也能端上盘来？平阳侯是皇上器重、委以重任的，侯府一事一物都要精致完好，才不失威仪。奴婢知道了。我将要去建章宫办事，不免忙碌。你们如此怠慢，全部机灵，如何替我侍奉好公主啊？啊，郡侯，郡侯，公主回来了，是吗？哎呀，太好了！你们去打扫别的地方吧，我待会儿再去查验，不能有一点灰尘。出去吧。诺。夫人辛苦了。皇上的圣旨果然已经传下来了，今天早上就到了。哎，来，坐坐。夫人定是为我下了不少功夫。夫人啊，我实在担心你奔波辛劳，怕你伤了身子，又怕你惹怒了两位太后，真恨自己没陪你去啊。事情反正已经解决了，难得弟弟赐你这份差事，你要好好珍惜这次机会啊。夫人放心，
为父一定效仿高祖丞相萧何，当年修建未央宫的雄心壮志，修起一个焕然一新的建章宫。我不要你做出什么丰功伟绩来，只求你踏踏实实、勤勤恳恳，也总算没有白费我为你筹谋的心思。为父知道。啊，夫人先在这里歇息，我已经叫人备了汤沐，做好酒菜，待你梳洗更衣后，我们在偏室边吃边促膝长谈。我还特意吩咐叫人准备了你最喜欢的京酱酒和熊掌豆腐呢。好，我都依你。夫人，你清瘦了。你身为公主，自从委身于我，便一直为我筹谋。我曹石也不知何等福气，能娶得如此贤妻。只要你做好这份差事，不辜负皇上的厚爱，我便宽心了。我曹石这辈子没什么值得自鸣得意的，除了你。若上天堪怜，让我先你而去就好了。要不然，没有贤妻，怕我曹石也独活不了了。哟，妹妹这是在做什么呀？见过两位姐姐。妹妹采花做些香囊，原来是做香囊讨皇上欢心呐。你看，我们就是少了妹妹这份心思，怪不得不如妹妹那般得宠呢。姐姐误会了，妹妹做的香囊是送给姐姐们的。真的？真有那么好？妹妹可真有心思。哟，宫里什么时候多了这种贱草？就是啊，佳姐姐，你看这些草，渐生渐养，随处生在荒山僻野之中。即使有花，花色不艳，姿态不娇，实难跟宫里的鲜花相提并论呢。妹妹拿这些给我们做香囊，是想讽刺我们吗？这花虽然生在荒野，但是香气逼人，民间都是用它们来缝香囊的。这儿轮得到你说话吗？张嘴！诺，哎，你们不要太过分了，姐姐，姐姐放肆！皇后万安，万安，免礼吧。谢皇后。真是目无尊卑，就是一个小小的下人，居然敢顶嘴。皇后，他们不光讥讽后宫嫔妃，还犟嘴动手，这次非得重重教训他们不可。哼，你说，我是该教训他，还是教训你们啊？你们两个已经入宫多时，都是有身份的人，既然在大庭广众之下不顾身份，故意刁难他人，吐口舌之争容易，羞辱别人也容易。可是，这是后宫的相处之道吗？是皇上愿意见到的吗？本皇后来了，你们还要搬弄是非？你们眼里还有皇上，还有我这个皇后吗？皇后恕罪。你们刁难的是魏姬，应该向她赔罪。请皇后不要责怪两位姐姐，她们也只是把心里的话说出来。她们说的没错，奴婢也觉得山花难比宫花艳。她们只是想教导奴婢宫里的尊卑礼数，奴婢受教了。奴婢只求与大家和睦相处，结姐妹之情。果然是皇上心坎里的人，宽厚又知大体。你们两个，与其花时间多嘴饶舌，还不如好好去养养性情，修修品德。
臣妾谨遵皇后教诲。以前我们只是有些误会，正如我所说的，后宫纷扰非皇上乐见。以后我们就好好相处，再无芥蒂，一起弑君，好吗？奴婢不敢当，奴婢只求皇后能明白奴婢的心。放心，其实我早就看出来了，你既能帮皇上分忧，又善待姐妹，为我分忧，就是我的好妹妹了。从今以后，我不想再听到后宫有争斗宫节的传言。大家要同心同德，互敬互重，服侍皇上，知道了吗？谨遵皇后训诲。哎，过来过来，啊，来过来过来，放这儿啊。小心啊。知道了。母亲，这些全是皇后送过来的，没想到吧？佳儿，礼物都可以照单全收。只是食物嘛，我可就不敢吃了。谁晓得里面有没有？你不要命啦！易叔叔，易叔叔，没事吧？我本来有命的，被你这么一拍呢，我就没命了。我不是怕它有毒吗？嘘，皇后所赐的，你竟敢说有毒？嘿嘿，你放心，如今什么形势啊？皇后哪敢惹是生非啊？要真是这样，不就和你一样傻了？吃啊！对。这个世道可真够现实的。太后刚赐了子夫花露，游了湖，皇后就马上见风转舵，来拉了我们子夫了。哎呀，你看事情真简单呀！哎，你看啊，就像这流心糕，外皮虽然是甜的，但里面的馅儿呢却是咸的，表里不一呀。所谓拉拢呢，当中大有文章。易叔叔，那会是什么文章啊？嘿，我女儿问你话呢，你说呀，答不上来啦。哎，好啦，是什么文章都不重要，最重要的是，我跟他们终于有机会和平共处了。我相信假以时日，诚心以待，他们会接受我的。是。接受他？哼，我看到他就想吐。我堂堂一个皇后，竟要讨好一个佳人子，还要以姐妹相称。如今连太皇太后、皇太后都对他另眼相看，我们怎么好再从中作梗？那些环柴尔道也很贵重，真是便宜了他。如今你跟皇上之间的隔膜渐深，你就不得不忍上加忍啊，娇儿。想不到这个贱人如此有心机，先是甘丹、狐媚妖姬这污名，一个翻身，原来是替皇上办事，还一副委屈可怜的样子，功他全领了，我说的好不甘心啊！要论输赢，现在也太早了。他既然故作大方得体，你就要好好利用啊。现在他就是带你回到皇上身边的小舟，你暂且当他是一条船，用完即弃不就成了？可是我一想起他那故作善良的模样，我就觉得矫情。什么和睦？讨厌！后宫要是能和睦，那猪狗都能升天了。哎，下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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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母亲，好痒啊，越来越痒，我受不了了。哎呀，这玉燕粉是薛御医祖传的秘方，韩嫣说当年曾轰动民间，让不少本来无所出的都能怀胎，十分的有效。可是母亲，我真的受不了了，太痒了。哎呀，就算受不了了也要忍啊！你若真的想把它压下去，现在就只有一个字：忍。来，好，待我怀上容易那天，我一定要那贱人
百倍偿还。你在画上贴上这些雨点是什么意思？望陛下雨露均沾。你就是喜欢将我推给其他人吗？浇花翠叶得成雨露，才能开得艳丽，宫中才能美景长存吗？我知道你识大体，可我也不想你心里难受。不会的，子父只想宫中和睦，这样陛下才能真正无后顾之忧啊。贤惠如你，怎会不叫人动心呢？即使雨露均沾，满庭花轿，我还是想让你知道，我也只会住一株幽兰。启禀陛下，皇后求见。陛下晚安。参见皇后。起来，起来。臣妾不知魏继也在此，阻扰了陛下与妹妹。无妨，朕只是在作画，遂传魏姬来侍酒。这里繁花似锦，难怪陛下有此雅兴。臣妾刚得了一盆晚香玉，此花只在夜间盛开，芳香浓郁，想要陛下一同欣赏。啊，要不魏姬也一起去吧？奴婢谢过皇后，今日奴婢身体不适，想回去歇息，还望陛下皇后恩准。既然累了，那就好好休息。那你先回去歇着吧。诺。看着皇上和他人而去，心里很难受吧？不舍是有，没有难受。刚才卫青来过了，提起你们母亲的寿祭，说今年兄长姐姐们回长安，问你能否相续。没想到，这么快1年又过去了。去年就没赶上，那今年……自从我们一家分散各地，每年就盼这一天，与兄姐们共聚天伦。你就别想那么多了，深入宫门，那是说出去就能出去的。可是我真的很挂念他们。子夫啊，去年出不去是因为皇上不在，可今年皇上在宫里，而且他现在还这么宠你，这么疼你，只要你跟他求情，他一定会让你出去的。说的也是啊，我常占帝宠，已经惹来不少怨怼，岂可再恃宠生骄，坏了宫中的规矩？姐姐，我这个好，香气浓郁，是桂花香，真不错。我这个才好，颜色鲜艳，是芍药吧？我最近啊，总觉得头痛眩晕，目赤肿痛。有了你这菊花香囊，散风清热，看来很快就会好了。你们手上的都不及我这地黄香。是啊，皇后何等尊荣，就只有地黄香才能相称。好香啊，好香啊！你这个是吗？这里好热闹啊！参见陛下。都起来吧。谢陛下。今日月圆，
皇后既邀大家晚膳后赏月，皇后施主。朕刚才不让通传，就是不想打扰你们的兴致。你们手上拿的是什么呀？魏姬好厉害呀！她亲自采花，为大家缝制香囊。更难得的是，每个香囊都不一样，是依妹妹们的喜好特别缝制的。你倒花了不少心思。能合姐姐们的心意就好。你看我们这么高兴，就知道你的心思没有白费。陛下，这回妹妹该赏了。那皇后认为该赏什么？只怕金银财宝入不了妹妹的眼。那日我见一侍女躲在一角哭泣，一问，原来是思家。魏姬进宫以后，从未探望过家人，想必魏姬也是个恋家之人。陛下可否恩准魏姬出宫，与家人团聚呢？不可，毕竟她还只是家人子，不能因为她破坏了宫里的规矩。还以为她要风得风，要雨得雨，哼，没想到。这比起你等他出宫以后由你趁机独占皇上，还要更加让人宽心啊！可不是，皇上回绝他的时候，他那不可置信的表情，哼，我想想就开心。娇儿，你也别太放心了。皇上这么回绝他，倒不太像平日的皇上。哎，会不会？皇上始终是皇上，怎么会专宠一人？等过些日子腻了，自然就会换人。可是皇后始终是皇后，她说过不会离弃我的，这诺言看来真能守下去。当然希望皇上能够信守诺言，但你一定要怀上龙胎，生个皇子，这样你的皇后之位才能更加稳固。我知道，母亲，这玉燕粉好像越来越痒。这次啊，薛姨加重了配方，药力更强，你可一定要忍。母亲，你只管放。那卫子夫看来是朝不保夕，待我有了龙印，看他还怎么风光。好。还差易叔叔的烤肉东西就齐了，不知道卫青他们买了什么酒祭母。皇上这次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连皇后都开口了，他居然还是不许。依我说呀，男人都是一个样，心肠硬，再疼再爱也只会跟你讲规矩。也不能怨皇上，毕竟他是一国之君，万事都要顾虑周全。我现在有你们母女陪我一起祭母也很好啊。祭拜之后，我们要痛快的吃喝，母亲要看着我们开开心心的。花椒烤肉来喽！哎，其他东西准备好了没有啊？好了，都好了啊。先去蔚兰亭那边叫酒拜祭。哎，走。魏姬，皇上召你现在去湖心亭，魏姬今天恐怕难以分身了。诺。闷吗？不闷。看来该奏乐助兴了吧？诺。
我虽然不能破例让你出宫，却能召他们进宫，所以一直在暗中安排。那天在交房殿，皇后提出让你出宫，我也曾犹豫，要不要继续隐瞒你。如今看到你惊喜的模样，我就知道当日的决定是对的。这次你安排得很好，朕要好好的赏赐你。其实臣也没做什么，只是待魏姬离开了，跟懿涵、喜娘说了声，他们就配合布置了。朕不是说这个，若不是你，朕不会知道他与家人一年一聚之事，也不会看到他如此爽朗兴奋的笑容。臣只是偶然从卫青那里得知，向陛下一提罢了。没想到陛下会花这番心思，这番心思值得花。当时朕回绝了让他出宫，看到他那么失望难受的模样，就觉得心痛，几乎都要把事情说出来了。幸好陛下没有说，要不然就没有魏姬现在的惊喜和高兴了。这份雀跃，必永存他心间。这也不枉朕陪他难受多时。臣不阻陛下家宴，先告退了。好。你们别拘谨，今日是魏家的家宴，就当朕来沾光好了。你们就像刚才继母之后，姬月唱歌时那么畅快自在就是了。朕先敬你们一杯，喝过这杯之后，大家就像家人一样，畅所欲言。谢陛下。谢陛下。好了，都起来吧。叫！你们刚才唱的那首歌谣很有意思，是民间常唱的吗？是我们乡间一位夫子编的，好让学生们容易记得他所教的处世之道。他教得很好，要是天下人都学他的处世之道，那就太平了。这夫子还在吗？朕真想重重赏他。那回雨灾，各自逃难之后，就没有人见过周夫子了。真是可惜啊。那除了周夫子这歌谣，你们小时候还有什么趣闻轶事、湘谈风俗，说来给朕听听。其实也没什么，我们是穷乡，孩子们都只在沙地上田埂旁练习写字。对，姐姐呢？喜欢在晒着干花干果皮的鸡上画字，姐姐学字啊，学得又快又好。周夫子啊，最疼她了。所以子夫啊，很招人嫉妒。但他常说要守夫子的教诲，所以他一知道有人因为他而心里不好受，
他就会费尽心思的去跟人家和好。不是要说风俗，怎么说起我来了？这个真爱听，继续说。那我说了，姐姐最拿手的就是她的蒸饼。是啊，好特别的蒸饼。有什么特别的地方？是粉团里加了蒜，所以比较香。快有2年没有尝过子夫做的蒸饼了。陛下如不介怀，奴婢这就去蒸饼，有叶寒叔叔还有沈家他们帮忙，很快就能好。好，你去吧。朕也想尝尝你做的蒸饼。诺。别因为他走了，大家都停下来不说了。朕真的想知道些民间的趣事，继续说。回陛下，我们小时候喜欢放竹筒灯，拿竹做船，把愿望写在上面。这个子夫最爱玩了。对，我们常玩的。可以为人祈福。竹筒灯，朕好像见他做过，上面放花瓣，对吧？没错，还有一阵儿，我们还爱玩结发。结发？参见陛下。看此发丝，有粗有细，非一人所有，是男女定情之俗。你将此物随身携带，想必它的主人是你朝思暮想之意中人吧？到底是谁呀？是臣数年前戍守边关时相识的女子，不过如今那女子已嫁作人妇。臣参见陛下。你可知欺君何罪？臣愚昧，未知陛下此言所指。臣万万不敢欺君。你跟朕说你与关外女子有结发之情，这是真的吗？你说结发是关外的民风习俗，这又是真的吗？你还敢说没欺君？陛下，请听臣解释。你无需解释了。此事已有证人，卫青。陛下，段宏，你为何要隐瞒朕？可知欺君之罪，论罪当斩。段大哥呀，段大哥，我们小时候乡间玩的那些玩意儿，难道你都忘了吗？这什么记性啊！差点让我们全家笑话皇上，让皇上失礼呢。正是，你说结发是关外的民风习俗，但原来中土就有，你小时候也玩过。昨夜他们说起结发之事，朕还反驳，你叫朕在人前出丑。臣实在不记得小时候也玩过这种结发游戏，心里只挂记着关外那段情缘。臣没有欺骗陛下的心，求陛下明鉴。朕知道你是把儿时的玩意儿忘了，可朕问你民间的风物习俗，不单是好奇，还真是想多了解民生民情。你若不尽不实，那岂不是……臣罪该万死。若朕就为此杀你，恐怕朝堂之上没人能活了。幸好这次只是在子夫家人面前，若换成是宣誓朝议，让其他大臣指证出来，朕可是英名有损呐。臣知罪。你帮朕安排子夫与家人团聚，朕说过要赏你，那就功过相抵吧。谢陛下。段大哥，哎，卫青，你是不是有事要问我？恕卫青直言，段大哥是否真的在关外另有一段结发情缘？当然，我哪敢欺君呢？以段大哥和我姐姐当年的情谊深厚，很难相信你会忘记与姐姐的结发之意。当时我们年纪还小，随便玩玩的游戏，怎会放在心上呢？段大哥，但是重遇至今，从未听你提起过那段关外情缘。情缘已逝，还提它做什么？
若是你会提起吗？那天皇上问起民风习俗，我的确没想到。起初这结发不知从哪里传来，反正当时大家就这么玩起来了，实在算不上是乡里风俗，所以算是我多心了，段大哥莫怪。你放心，莫说我真的忘了小时候与子夫结发之事，即便我记得，也不会说的。虽说这结发是儿时的游戏，但谁说得准，这会不会影响皇上对子夫的眷爱？我视子夫为妹妹，任何不利于她的事情，我都会谨慎而为之。你姐姐身边多少豺狼虎豹在蹲伏，我们必须同心同德，才能抵挡他们伤害你姐姐。段大哥，我的娇儿不会白白吃苦。如果皇后有了身孕，你和薛御医必然重重有赏，一定能成。薛御医的父亲薛琦，乃孝文帝时的名医，他的偏方，就算是40、50岁的不孕老妇服下，也能得子。既然他本领如此高强，为何一直得不到重用啊？窦太主又不是不知道，这宫中利益互有倾轧，越是有能力的人，越招人妒忌，当然就越出不了头。听起来也不无道理。皇上不让那歌姬出宫，竟然御准他的家人入宫，宠爱她到了这种地步。如果我的娇儿还不尽快怀孕，她的日子会更加难过。窦太主，请放心，以火石为阳，冰石为阴，小臣一直竭力为皇后四处搜罗有灵气的宝石，甚至置地采矿。皇后怀孕，指日可待。不知韩大夫大驾光临，本侯刚才正商议着公事，未能相迎。韩大夫别见怪哦。君侯肩负着修建建章宫重任，果真是气派了不少啊。既然托了皇上的洪福，怎好太过寒碜，损了君威。下官知道君侯事忙，本不欲打扰，无奈受人之托，想来问君侯一件事。不知韩大夫受谁人之托，又所问何事呢？这建章宫扩建之事，是否需要征收土地？这个当然。那君侯决定要征收何地？本侯刚才正商议此事呢。来，韩大夫，请看，西北一带地大平坦，且有河西环抱，景色宜人，利于宫室。所以君侯可知道，这些地大多属于侯门氏族，而且还涉及到太皇太后之宗亲。这个，那或许可以商讨征收的细节。若是能够商讨的话，那么太皇太后的子侄们就不用下官来跟君侯说了。君侯若要收地，请收南边的农户田地吧。既是农户田地，征收必定影响百姓生计，也会影响朝廷税捐。而且，南边户数众多，牵连甚广，征收虚实。再者，地势复杂，不利于公事。下官只是来传话的，该如何实施，君侯可自行决定。至于后果，也就由君侯自行承担了。既然是太皇太后亲族之地，本侯哪会夺其所好？南方田地虽地势复杂，也许建造起来更有新意呢。君侯果然是处事果断，顾全大局。皇上将此事交给君侯处理，果真是极其妥当的。建章宫扩建之事，
是否需要征收土地？西北一带地大平坦，君侯可知道这些地涉及到太皇太后之宗亲？若要收地，请收南边农户之田吧。既然是太皇太后亲族之地，本侯哪会夺其所好？夸赞他2句，他就飞上天了。这人志大才疏，胆小如鼠。我一搬出斗士，他就立刻杀赢。他也不考察一下，那些土地早已转到我的名下。可是大人，君侯要征那些农地，可不是件易事啊。这阵子皇上强调以民生民情为先，宗亲也不能强占百姓家产。可这些田地若不强收，又能怎么收啊？这就是曹石的问题了。我倒想看看他如何征收这些土地。皇恩浩荡，你们的农田有幸征收，作为扩建宫室之用，这可是你们的福气啊！本侯已经为你们向朝廷奏请，给你们优厚的补偿。哎，不行不行！从今以后，大家不需要再干农耕这种粗活，可以转做其他小买卖。君侯，我们历代都是农民，怎懂得做小买卖啊？就是啊，是啊，那就拿了补偿，换个地方继续耕种。去哪儿啊？我们哪儿也不去，不去，不去，我们哪儿也不去。即使人可以走，祖宗山河也不能移啊！这是背弃王宗，绝不能走，这是朝廷决定的事情，谁敢反对啊？住口！大胆小民，想造反吗？听说皇上微服出巡，处处施恩，怎么会逼我们拆祖坟？说不定是你这个狗官要强占田产吧！大胆！郡侯，韦青，把滋事者给我全部拿下，听候发落。哎呀！刁民，全是刁民！哎，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！好。狗官兵，带他不要冲动，会欺负老百姓。郡侯，快走！郡侯，快走！你痛呢就叫出来，你姐姐听不见呢啊！这点痛我可以忍，只是事情变成现在这个样子，我心里难受。这种事责在君侯，你只是建章宫派去的小卒，做些通信、传令、协调的工作也就罢了，何必这么劳心呢？这怎么可以？做什么事情都要尽心尽力。这就奇怪了，村民都反了，你就该奋力还手才对啊！怎么会伤成这样？村民保护的是家园，是祖宗的坟地，我怎么忍心伤害他们呢？只怪我自己人微言轻，既帮不了君侯，也帮不了村民们。其实呢，君侯有公主帮，又怎么会需要你呢？你要帮啊，就先帮帮你自己吧。全无长进，还妄想要帮这个帮那个，你这不是狂言妄想吗？我就是怕自己没长进，出了差错，连累姐姐。哎呀，别这么没精打采的。凡事呢，只要专注点、仔细点，又怎么会出差错呢？不是我自夸，我煮菜从不出错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对这里一切都了如指掌。我从这里走5步，1、2、3、4，这里放的是盐仪。向前1步走，右手伸出3尺，是带流壶。再往后退3步，1、2、3，这里放的是煮菜的酒。你尝尝。哇，于大叔，你好厉害呀！我呸！什么厉害呀？这些谁不懂啊？作为一名厨子，当然要懂得哪种刀该切哪种肉，猪肉、鸡肉、牛肉，各种肉的构造都不同。下刀的时候顺着筋骨缝隙切，那么你的刀刃运转起来就必有余地，哪会像你现在这样左支右绌，既怕伤了村民，
又怕得罪君侯，更怕伤了你姐姐。可是我只是小卒一名，我又能怎么办呢？建章宫有多少扇门？哪些门楣是雕朱雀的？前殿的梯阶有多少级？别以为这些不重要。你若知道了这门楣刻着什么，便知道这门是为何人何事而设置的。若知道了梯阶多少，便知道距离、布防和安排人手，就会更加的准确。啊，魏姬，你怎么来了？先前听喜娘说，卫青在这儿，所以我就来看看。我是老糊涂了，卫青来探你，我倒硬拉着他帮我擦药酒。我是刚刚扭伤了腰。哎，易叔叔，不要紧吧？不要紧，只是耽误了你弟弟。弟弟，你要着急回去吗？是啊，姐姐，我过2天再来看你。哎呀，他的伤没事吧？真瞒不过你。那你就当做不知道好了，收地惹祸，皮外伤而已。那就好，谢谢易叔叔。哦，易叔叔，我今晚请客，劳烦你饭菜弄得丰盛一点，2人份的。诺。你的客人呢？已经到了。啊？我是想跟易叔叔好好倾谈，谢谢易叔叔的大恩。谢我什么？哦，我的好菜不但对了皇太后的胃口，连皇上都称赞，给你赢了不少面子，对不对？易叔叔快坐。啊，是不是啊？哎。易叔叔，我敬你。嘿，这是我分内的事嘛，你谢什么呢？哎呀，魏姬，你弄得我还真有点不好意思。先饮为敬。魏姬，你这么多礼，我不饮就是不敬喽。我饮。谢谢易叔叔帮我教导弟弟处世之道，就像长辈疼惜后辈一样。哦，原来我和卫青的对话你都听见了。哎呀，其实我只是随便胡说，乱教他，你不必认真的。易叔叔才不是胡说，你说的每句话都很有道理。易叔叔对子夫的大恩，也不只是教导卫青。哎呀，你说的我是越来越糊涂了。当年，要是没有易叔叔吐出枣核，让沈家滑倒，我散发相扶，我怎么能够受皇上宠幸？哎呀，我只是歪打正着。如果没有易叔叔送我挂饰，子夫今日早已离宫，又怎会成为兰陵殿的主人？第一次可以是偶然，那第2次呢？总不能说是巧合了吧？自从小时候遇到易叔叔，易叔叔送我不争不显不露这6个字，让子夫一生受用。子夫就知道易叔叔不是普通人。既然易叔叔不承认，那定有你的原因，子夫也不该细问。子夫就当易叔叔是上天派来帮助我的贵人。天意也好，人为亦好吧。魏姬你心善，留在皇上身边是万民之福。这杯我敬你才对。易叔叔过誉了，子夫哪有你说的这种能耐？啊，你没有这种能耐吗？那我也没有你说的那么神妙了。易叔叔无需谦让，反正一切尽在不言中。尽在不言中。好。易叔叔，让我们今晚多喝几杯，好好畅谈。那我就不客气了。可若是我饮醉了，可不要怪我偷懒才好啊。好。来。卫青，
沈家，姐姐，弟弟怎么会在这儿？哦，今天君侯本来约了与工匠议事，突然不用我跟去了，所以我闲来无事回来找易大叔请教些事情。那就好，以后闲来无事就多去找他，会有收获的。哎，你们怎么在这里啊？宫里要设夜赏花，这里要搭戏台。子夫担心这里鸟巢被毁掉，所以呀，过来帮女儿搬家。怎么了？你今天有没有去过蔚兰亭摘花？你怎么知道的？这个是苍耳的种子，宫里只有通往蔚兰亭的路上长有苍耳。你今天还摔了一跤，没有受伤吗？这你也知道啊？因为你的躯躯上有污泥迹嘛。脸也脏了。你的耳环少了一只。应该是今早跌倒时掉落的。哦，那应该还在那边，我先去找找。子夫，我先去找一下耳环，马上就回来。去吧。弟弟现在观察入微啊，挺好。原来事事留神，果然有用处。弟弟，你不是要找易叔叔吗？快去吧，他今日要出宫采货，去晚了就来不及了。不用我帮忙吗？你记得平阳府的书阁吗？我以前每天爬上爬下去打扫，这种小事还要你帮忙吗？快去吧。那姐姐小心一点。嗯。陛下，这次的脚底戏跟以前的大不相同，戏台要够大才气派，又可以让宫里更多的人观赏，增进大家的感情。既然皇后有此安排，窦红，到时候太皇太后也会来看戏。戏台上下的侍卫如何分配，你全权安排。诺。关于建台的工匠，臣妾已经安排好，各宫殿的人也都通知了，陛下只要来看戏就好了。皇上！你没事吧？陛下圣安，皇后万福。免礼吧。全部安好。魏姬请放心。太好了。魏姬怎么会去摘鸟巢？因为听说这儿后2日要砍树建戏台，奴婢担心。你怕雀鸟巢清蛋碎吗？鸟已下蛋，虽然弱小，但始终是生命。朕倒没想过会伤及雀鸟。皇后，在这里建戏台，要砍不少树，不如像往常一样，在殿内看戏。那就在殿内看吧，陛下喜欢就好。我已通知各宫殿要建台演戏，现在才说不建，就为那雀鸟下蛋，岂不是怪我不能生？皇上还在下人面前甩开我，去救那贱人，让我这皇后颜面何存？娇儿，你动气也没有用啊，不如调养好身子，带着偏方见效就好了。进那奇痒无比的玉燕粉，吃那些古怪难咽的苦药，再服那些滚烫的玉石，如今还要扎针。娇儿啊，你不会白吃这些苦的。若有人敢让你白吃苦，母亲定会替你追究算账。到时候只怕有人保不住项上人头呢。窦太主，小人献上的宝石越来越亮，殿内赤海棠也越开越盛，皆乃吉兆啊！喜事自会到来。皇后，臣已经准备好。薛御医，给皇后瞧瞧。
薛姨姨，快点儿！春林，皇后近来胃口如何？回窦太主，皇后近来胃口不好啊。哎，院士来了吗？没有来。真的呀？哎呀，哎，薛御医，皇后究竟怎么样啊？薛御医，你快说啊！往来流利，入盘走珠，应指圆滑回旋前进。哎呀，到底怎么样啊？你快说呀！啊！恭喜皇后，恭喜窦太主，是喜脉。真的？哎呦，娇儿，真的。拜相天成，确有龙意。不过皇后一时受不住大喜大悲，依臣之见，为了龙胎，请皇后一切格外小心呐。父王小臣千挑万选，把薛御医找来为皇后诊治，总算没白费心思啊！恭喜皇后，恭喜窦太主！好，好，好，本公主一定重重有赏啊！哎呀，这下你苦尽甘来了，快去禀报皇上和太皇太后啊！哎，母亲，不用急在一时，我已等待多年，终于喜获龙意，我才不要这么轻易的禀报皇上。唱优们都准备好了吗？禀陛下，这场东海皇宫是大戏，衣服道具颇费时辰，可差不多准备好了，很快就可以开始了。怎么还要我们等啊？不如韩大夫先给我们表演一场。上一次韩大夫唱戏，讨了太皇太后不少的赏赐呢。臣最近得高人指点，学会了别字之术。陛下要是有兴趣，臣愿意献丑。陛下，要不就出个字，让韩爷测一测，就当解解闷儿啊。皇后就是喜欢这种荒诞玩意。今日春季刚过，赏花同乐，歌舞助兴，朕就出一个“想”字，让你测测。想。陛下大喜，这是汉室之福，请受臣一拜。别卖关子了，快说，如何大喜呀？回太皇太后，这“想”字上有屋檐，檐下有口，民之兴衰，丁口为重。口下有子，这是子嗣啊！这“想”字出自皇上之口，果然是吉兆。臣斗胆断定，在奏后妃之中，必有人也怀有龙意。你怎么了，娇儿？你怎么了，娇儿？是不是饮多了，要回去休息了？其实娇儿近日食欲不振，还常常觉得恶心难忍，头晕乏力，晚上又嗜睡多梦。那是否看过御医？臣妾看过御医，御医说，皇后有了身孕，真的吗？是。此等天大喜事，为何不早说呢？臣妾是想等再稳妥些，因为毕竟这是皇上的第一个子嗣，所以还是谨慎些好。来人，速传太医令。恭喜陛下！你这字测得奇准，朕必重赏。谢陛下。恭贺陛下喜得龙意。好，不枉娇儿一直小心饮食，调养身子，终可为皇帝添子添福，为皇宫添生气。
你们可都要以皇后为榜样，为我大汉延绵子嗣，开枝散叶呀！谨遵太皇太后教诲。本来我以为未经深得皇宠，必会先有身孕，没想到上天眷佑，给我这样的机会。哎呀，娇儿，你也别太自谦啦。从来子息天地，定是上天福泽善人，佑我大汉，才让你得这龙胎啊！窦太主说的是，的确是天恩浩荡，福泽皇后。恭喜皇后。魏姬说得好，待会儿太医令诊断确切了，你们都有赏。谢陛下。往来流利，入盘走珠，龙胎可安好？太医令，你可要多为皇后开些进补的方子。皇后现在不宜进补。难道胎儿有事？其实，皇后没有身孕。皇后说，曾有御医诊她有孕，可你说没有，到底谁对谁错？皇后确实没有身孕，而是患了一种颇为特殊的病症，胃气充斥内腑，使上腹胀痛，导致食欲不振、恶心难忍、头昏乏力及嗜睡等反应，症状与害喜几近相同，判断失误也是难免的。什么？何为症状几近相同啊？你医术不精，别在这里胡言乱语。皇后是否喝过混有艾草的药食？民间有助孕的偏方，常会添加艾草。这些艾草具有驱寒收血之效，也会导致月事不顺，常令人误会有喜。而且御医应该给皇后施过针灸。够了，够了，不要再说了，没有你什么事儿了，退下去。诺。皇后既然是病了，那就好好调养吧。娇儿，不要太过伤心了，你还年轻，来日方长，现在调养好身子，日后一定会有机会的。祖母是不是累了？啊，是啊，今天是的确有点疲累了。那孙儿先送祖母回宫吧。你们继续看戏尽兴。不过皇后身体不适，也不宜玩得太过。恭送太皇太后，恭送陛下。退下吧，退下，退下。娇儿，母亲，找到那个庸医没有？哎呀，他一定知道事情败露，早就逃出宫了。我已经派人去抓他了。娇儿放心，这个庸医一定不会有好日子过。哼。不是跟我一样，还说要扬眉吐气，要风风光光，结果却在所有人面前丢尽了脸。皇上始终没有怪罪于你，也没有深究我们常试偏方之事，证明皇上还是很顾及你的颜面啊。哎，娇儿，我现在还有什么颜面呢？哎呀！那个贱人一定笑破了肚皮，皇上
也一定恨死我了。祖母当时期盼的笑颜犹在眼前，大家的甜言蜜语犹在耳边。不管他们是不是真心，我都觉得好幸福，娇儿，好风光。还有那个贱人，阿谀奉承，皇上一直都看着我，原来都是一场梦。醒了，一眨眼，全没了。娇儿，别难过了，娇儿。皇后早得龙子，皇后凤体安康，这都是你的愿望。不用了。为何你为皇后起这么多愿，为朕的却只有皇上国事亨通？还以为你会说皇后不是，陛下却体健安康。所以还是得为皇后多祈点福。可不就是为了这个？记得上次你做这种竹筒灯的时候，是皇后受了伤，朕来图个清静，你却一个劲的只问她，让朕好难受。后来，陛下出巡祭民，我们一别就是1年。是啊，有些事情原来是不会改变的。你跟从前一样，不论别人如何待你，你都会诚心以待，衷心祝福对方。奴婢所能做的不多，所以只有祈求上苍，希望后宫人人幸福安乐，而我能与皇后和其他姐姐们和睦共处。真的可以吗？你如此聪慧，应该知道皇后只是表面与你交好。你见她今日以为自己怀孕，那种意气风发，却在言谈之间讽刺你。皇后说的话句句都很得体，奴婢倒不觉得在讽刺我呢。要是宫里人人都像你一样，即使没有孩子，朕起码能心安。愿意让朕帮忙吗？让朕亲自刻一句“子夫安好”，送去祈福。有陛下在奴婢身边，一切自当安好，不用祈福。朕明天又要走了。李广报称边疆有异，朕准备去一趟上郡夫市，亲自查看。那里风沙猛烈，陛下要注意身体。朕倒是没什么，可朕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。之前朕2次出宫，你都几乎出事。这次皇后心情又不好，不知道会不会又生出什么事端。慎重起见，朕已命段宏留守宫中，保你安然无恙。谢陛下，奴婢自当做好本分，不会惹皇后烦心。请陛下安心出巡。去了上郡。是，突然来的消息，说什么外敌在边关扰乱，伤了些百姓。就这样一声不响的走了，连看我一眼都不愿意。都怪你！小的知错，这回都怪小人认人不清。但是几经辛苦，小人已经将徐庸仪处置了，帮皇后出了口恶气。小人求皇后
看在韩嫣从小尽心侍奉皇上，又是和皇后一起长大的份上，饶恕小人。饶恕你？这次就饶了你。不要在这里碍眼了，回去好好想想如何将功补过。退下吧。谢窦太主，谢皇后开恩，小人定当全力补过。小的告退。娇儿，这个韩嫣人脉甚广，我看还有用得着她的地方。你暂且忍一时，往后让她加倍奉还。母亲，你叫我忍，我忍，多难受我都忍了，当中吃了多少苦头，母亲你是一清二楚的。可你看我却落得如此下场，皇上连一句道别也没有就走了。皇上乃一国之君，当然万事以国为重。你若再这样自怨自艾下去，只会把皇上推得更远。这不是给了那个魏姬机会了吗？来日方长，我倒要看看魏姬那个贱人，她能够得意到什么时候。姐姐，姐姐，你没事吧？我们听喜娘说你病重，所以就过来看看。喜娘，你又胡说什么了？你们看，我这不是好好的。可你最近确实是吃不好、睡不安、提不起劲儿。我不过是说的夸张了一点儿。我只是小事，如今要卫青赶来，又让段大哥连夜奔波，若耽误了段大哥的公务或者休息，叫我如何心安呢？皇上命我保护你，你的安危就是我最重要的公务。虽然没有喜娘说的严重，但你的脸色不太好，真的没事吗？我没什么，可能是皇上不在，我总有点担心，所以心绪不宁罢了。还是叫御医来吧。佳儿刚去请了。哦，那待御医来，确定你没事，我再回去。你一直在发热，先喝点汤吧。姐姐，魏姬，这阵子常发热吗？是啊，可也不太严重。不如让我来把把脉。你也会把脉？有劳易叔叔。怎么样啊？你倒是说句话呀！魏姬，你果然没病。你有喜吗？你到底懂不懂啊？别不懂装懂，这种时候乱说有龙胎，可是犯大忌的。魏姬，当日皇后说有喜，她那种种症状你都有吧？我是有点头晕、恶心、身体乏力，以为是季节变换所致，就没有在意。那你这还越说越像了，难道真的有喜了？易叔叔，那我赶紧追出去，让佳儿请最好的御医来。哎，你别弄错了，像皇后一样被人笑话。哎呀，你现在应该赶快去拦住佳儿，千万别让她去找御医。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难道你是信口开河，怕被揭穿吗？魏姬有喜，那是千真万确的，但是现在如果被御医诊断出来，必定会震动宫中上下。那才好呢，就是震动宫中上下才威风嘛。哎呀，皇上不在宫里，这些威风不要也罢。为什么？这种时候怀孕，极为不利。皇后先前因为误会怀孕而大为失落，如果现在被她知道姐姐有孕，必定会心生怨怒。所以，
最安全的办法就是装不知道。各机器的饮食、药用都一切如常。没有人拿什么安胎助孕之药食吧？没有。哼，那就好。皇后，虽说一切如常，唯独兰陵殿那边记录不全。拿来给我看看。他最近应是时候找鲍世成检查，但因事没去。还有何特别的？魏姬最近甚少露面，平日他都会与沈家一起在庭院打理兰花，但是最近只有沈家一个人去。哦，还有，这阵子他们好像特别奇怪，侍女们也很少和其他人谈话，扔弃东西也遮遮掩掩的。好了，你先退下吧。诺。母亲，那个贱人不至于这么好运吧？别急，先查清楚。那个贱人要是怀孕却秘而不宣，可就太好了。这世上意外之事常有，一个不小心，随时都有可能滑胎。既然谁都不知道这个小贱人她有身孕，如果出事，那可怪不了谁，只能怪她自己了。这就是聪明反被聪明误。你这不是自作聪明吗？现在人家在明，我们反在暗了。喜娘，别这么说，也许是我们太多心了。子夫，若不是我亲眼所见，我也不相信，真的有人进来翻我们的东西。其中一个我认得，应该是交房店的人。那些安胎的药渣有没有被他们捡走啊？我也不确定，本来搁着煮菜的时候烧掉的，也不知道有没有被他们捡去一些。我仗着能在宫中自由出入，本想越过御医给姐姐拿药，如今看来，还是被他们识破了。既然他们这么想要查根究底，就让他们知道的更彻底吧。什么意思啊？不是说要保密吗？此一时，彼一时啊，你没听说过吗？用兵贵乎多变，看来当下保护姐姐最好的办法，就是让宫中上下都知道姐姐怀了龙裔。那该如何弄得宫中上下都知道呢？难道要像皇后那样照大家看一场脚底戏吗？这倒不必，只需告知一个人就可以了。对，一个人知道就够了。娇儿给太皇太后、皇太后请安。免礼了。参见皇后窦太主。娇儿啊，你来的正好。那个韩嫣还真有本事，算出了皇宫会有急事。太医令证实，魏姬真的是有喜了。啊，那我要恭喜母后，恭喜皇太后了。这真是天大的喜事啊！就是啊，我早说魏姬该是第一个怀有龙裔的，果然是啊。祖母终于有曾孙儿了，孙儿也为祖母高兴。娇儿就是识大体，知哀家的心呐。过来，过来。这可是皇上的第一个孩子，是皇宫上下的头等大事啊！这是当然。现在彻儿不在宫中，虽然兰陵殿的人会贴身照顾魏姬，又有段仆夜做保护，但哀家仍然无法完全放心。娇儿，你乃六宫之首，掌管后宫事务，哀家就将魏姬交付于你了。
负责保护龙毅，哀家就安心多喽。谢祖母信任，不过保护龙毅责任重大，孙儿恐怕……难道娇儿要祖母整天担惊受怕不成？不，怎么会呢？只是母后，你放心，娇儿她懂得轻重的，一定不会掉以轻心。是，娇儿定会竭尽所能，带领后宫姐妹好好照顾魏姬和她的胎儿，不让皇祖母忧心。好，一国之母许下承诺，哀家自然无需忧心。谢皇后。禀皇后，魏姬脉理平稳，胎正气顺。那就好了。皇后万福。你可以回去向太皇太后复命，顺便开几副安胎药给魏姬。诺，臣告退。你们都来了，是想来沾一沾魏姬的福气吗？昨天一知道魏姬有喜，高兴的大家都手忙脚乱，还没备好礼物呢。所以今天臣妾特带礼物来贺。见过几位姐姐。魏姬，这是琥珀珠，可以辟邪的。妹妹若戴上，腹中的胎儿一定平安又健壮。谢谢姐姐。这是我珍藏的上等安神香，听说怀孕会心神不宁，此香可以舒心凝神，让妹妹睡得安稳。谢谢姐姐。好了好了，不要缠着魏姬了，你们把礼物放下就好了。人家有身孕，身子容易疲累，大家坐一阵就回去吧。可是我们还是要多走动走动比较好啊。魏姬不但有皇上宠爱，还怀有龙子，这往后母凭子贵，我们不来多沾沾福气，怎么成呢？哎，肚子争气就是不一样啊！那个什么姬说什么来着？要常来沾沾福气。以前啊，谁把我们这个兰陵殿放在眼里？现在可好，原来看不惯我们子夫的，都抢着巴结他。你说说，这什么世道啊？哟，卫青走起路来都威风不少啊！来找你姐姐的。好。她累极了，正在休息，你等会儿吧啊。好。这些都是各位嫔妃送过来的。可不是嘛，你姐姐现在是大红人儿，连我们下面办事的都有人来奉承。奉承什么呀？哦，你是不是私底下收了谁什么好处，要替他美言呢？哎，你别说那么难听好不好？大家都是看着子夫的面子，我只是盛情难却罢了。哦，哎，这些呢？哎呀，你好大胆呐你！连给子夫的你都私吞了？我没你想的那么卑劣，是子夫说的。东西够用就好，重复的、无需要的可以分给我跟佳儿。对，你有理，你有理。反正啊，你有个争气的主人，你和佳儿以后就富贵无忧啦。你还好意思说？都是因为你。我佳儿当年是高子夫一品的，何来如今他是主，我佳儿是仆？送来的东西多了，才轮得上我们去捡。当初若不是你害我们佳儿出丑，说不定他早被皇上选中了呢。你到现在还说这个呀？这个人有个人的命啊！你是说我佳儿就该给人家当婢仆吗？哎呀，哼！枉我这般悉心栽培他，那次若他被看中了，就不用我劳心了。现在进了宫都出不了头，他就是整天傻乎乎的，什么也不去争，只懂着低头拿些针线。哎，喜娘，女工做的出众，
这也是很好的。女工出众有什么用啊？粉妆不爱涂，绫罗不爱穿的，还能指望她找个猴王将相做夫婿吗？人家子夫都怀了龙翼了，你说我急不急？哎呀，人善天不欺，心善自有天用，你这是白着急呀！别在这里说风凉话了。她若是你女儿，我看你急不急？申江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好了，还说没事呢，花都快被你浇死了。喜娘一碰上易大叔啊，就会吵，这一急起来啊，就口不择言。你别在意啊。可母亲说的都是实话。其实我从来都不敢跟子夫比，怎么比呢？他既聪慧又善良，就像这兰花一样，而我就像我的名字一样，不过就是一株渐生渐长的芦草罢了。你知道芦草最厉害的是什么？你看啊，芦草可以盖房子铺屋顶，又可以做扫帚，可以编草席铺炕，还可以呢做成芦笛吹曲子。芦草还可以编篓子编帘子，芦根呢还可以入药的，真是从头到根都用得着，了不起啊！你看你这双手多灵巧啊！我记得当日公主秀贝选了你，而没选我姐姐，对吧？喜娘若是没有你陪伴，她怎么办呢？我姐姐若不是你处处维护照顾，在宫里的日子也不好过呀。所以啊，我应该好好感谢你才是啊。我要真有你说的那么好就好了。我母亲始终觉得我胆小软弱，一事无成呢。疾风知劲草，话虽易折，可是那些小草稍微的弯了一下腰，却挺立依然。它尚且如此，家草是初生的芦草，更应该活力百倍啊。家草，你应该一如那些初生的芦草，一定要生生不息，经过风吹雨打之后，仍然可以昂首不惧，这样才不枉你的名字家草。嗯。参见公主。勿需多礼。知道你姐姐有了身孕，我很高兴，本想着亲自去探望她，但最近君侯忙于四处找建功的良木，很多封地的事情要我接手代办，所以一直没有闲暇。公主有心了，我姐弟二人一直承蒙公主关照，感激不尽。目下一切顺利，公主不用劳心。顺利就好。你入府，莫非有事找君侯？是，朝廷已经把建征宫的征地款批下来了，我来特意告诉君侯。思和，去请君侯出来。诺。征地的事情都解决好了吗？难道有困难吗？恐怕黄金万两，也难以让村民满意，交出土地。为何会这样？这些村民竟然如此贪心。公主误会了，并不是村民贪心，而是他们不愿破土迁坟，惊扰先人，为的是孝道。可君侯，他不是这么跟我说的。君侯一直以为，力之所在，万事可成。既然你并不认同他，那你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困难？卫青不才，并没有什么良方，只是卫青从公主那里借过一本书《孙子兵法》，其中有言：上兵伐谋，知其所需，谋事方能顺利。既然村民们为的是孝，我们能不能想个办法，让他们得以尽孝？这什么意思啊？你们想怎么样？这权柄都抬来了，还不满意吗？我们要的不是这些。对呀，我们不要这些钱，不要这些，我们要的不是这些。卫青，要是村民像上次那么蛮横，
你就即刻护着我走，明白了？哟，快走！平阳公主驾到。公主来了。 夫人小心，这些都是刁，危险的。君侯放心，本公主是当今皇上的亲姐姐，平阳公主。平阳公主万福！都起来吧，我今日来有2件事。第一，你们之前伤了官兵，朝廷念及你们是为了保家园、存孝义，网开一面。 不予追究，谢公主开恩。第二，人有恒言，皆曰天下国家，天下之本在国，国之本在家，家之本在身。人人为国出力，以扬家声，以立功名，本为好事。你们何以明顽反抗？这岂不是有违忠孝之道吗？公主。 迁坟破土，恐先祖不宁，只怕忠孝难以两全呐。无故迁坟，当然是大忌。但如今皇上欲建宫室，这关乎我大汉国威的社稷大事，功在千秋。你等为国出力，于朝廷有功，光宗耀祖。 万代传芳，好啊，太好了！你们为先祖迁坟后，皇上还恩准你们建祠供奉，以彰先人之善德，受千秋万代之称颂。谢皇上恩，谢公主恩。你们以后啊，不要再闹事。 换块良田，继续耕作祭祖。好，是，好，太好了。就这样，村民们都被公主说服了。君侯的几箱钱币，也不及公主的一块牌额啊。平阳公主才智过人，令人敬佩。卫青，你以后不用再为建章宫征地一事担忧了。是啊，虽然今天公主不在，但是我建议。 待会儿一定要为公主喝一杯，遥敬公主。这杯该喝。自从上次你被村民打得遍体鳞伤，子夫就一直提心吊胆的，身怀龙翼也寝食难安，生怕你再出什么乱子。哎呀，不关我的事啊！我本来不想说的，是你姐姐她自己看出来你受了伤，我也是没办法呀。你又不想让你姐姐知道，她。 只好假装不知道喽。姐姐，我没事。人的情分总有轻重，亲情也如是。子父与卫青从小感情就特别深厚。那是因为卫青出事以后，母亲在外做事，兄姐们又要下田，卫青从小是我带大的。卫青。 你姐姐对你的关爱之情，不是其他姐弟能比的。以后不论发生什么事，都不要瞒她，要好好照顾自己，别让你姐姐担心。姐姐，我答应你，我以后一定会事事留神的，我会好好保护自己，不会让你再忧心。笑了就好，子夫，你以后一定要多笑一笑，将来啊。 你的孩子才会越来越可爱。以后生个小公主，也要像沈家这么会哄人。呸！怎么会是公主？一定是位皇子，像皇上一样英明神武的。还要啊，像劲草一样，不管遇到什么事情，都能昂首挺胸，生生不息。也要像他舅父一样，勇猛上进。 待人以诚啊！
如果还能像段大哥一样，武功非凡，忠义双全，就更好了。哎，还要像我这样啊，厨艺一流，口才了得。你有什么口才？只是耍嘴皮子的功夫罢了。少在这儿胡说八道的，拿菜去。哎，喂，走。你这。苍天降福，魏姬身怀皇帝第1个子嗣，实乃大汉之福。今日特带你们进此传德殿，是想让你们感念先祖的加言善行，以静身心，自省修德，祈求上苍及先祖，佑大汉子嗣连绵。魏姬，奴婢在。上前谢苍天之恩，慕先祖圣德，祈求福音，高泽胎儿。诺。魏姬在这传德殿中，能承袭先祖苍天，还有众妃的福气，这可是你的大幸。卫子夫，谢皇天，谢大汉先祖。今后，我与太皇太后将会在此闭关静修，以求大汉子孙万世延绵。后宫之事，就交由皇后料理。臣妾知道2位太后一直为了清心静气而素食斋戒，臣妾也想同各位妹妹一起为魏姬祈福。好，皇后和众妃都做得好，将来上天恩泽后宫，降得皇子，你们都有功。谢太皇太后。魏姬啊，你就安心养胎，为大汉生个聪明健康的皇子。诺。皇后贤惠有加，由你来守护皇嗣，哀家也放心了。众妃在这段日子里也要静心静气，以谢天恩。谨遵太皇太后叮嘱。参见皇后。诸位免礼。魏姬怀孕，皇宫逢喜，连花草鸟木都欣欣向荣，欢庆以贺。我也特设宴备舞，让大家与魏姬同乐。谢皇后。魏姬到。2位太后一闭关祈福，他母女2人就请你去看我，会不会有什么阴谋？太皇太后明令要他守护。
来，饮了此杯。妹妹，这个表演特别有意思。玩意儿，伤了魏姬的龙胎，多少个脑袋也保不了你的小命。皇后恕罪。皇后，这幻术很精彩，并没有惊吓之意，还请皇后息怒。可不是嘛！你们退下吧。不。娇儿，你实在太紧张了。今日所有的演出都是为了魏姬高兴。又怎会有谋害之意呢？现在皇后心里就只有魏姬。魏姬，你真要好好保重身体，别辜负了皇后对你的一片关心呐！谢皇后，谢窦太主，奴婢一定会好好保护胎儿的。来人，在，换一场喜庆的歌舞来，好戏才刚刚开始。诺。你们究竟是干什么的？你们是谁？为什么要抓我？你们究竟是谁？哎，看完了又吃，吃完了又看，拖着不让我们走，把人累成这个样子。来，快喝点姜汤吧，凝神舒心的。谢谢易叔叔。本来以为皇后没安什么好心，现在看来，却是我们多心了。确实你们多虑了。其实，只要有段大哥在，根本不用担心。不是说大家要像一家人吗？我保护妹妹是理所当然的，何况还有皇命。刚才虽说是虚惊一场，可我总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劲。启禀魏姬，平阳侯派人来问魏大人可在殿中。君侯为何如此疑问？魏大人今天本该带千户名册去建章宫与君侯议事，可天色已晚，魏大人却仍未露面。
你们到底为何抓我？你们这群狗官，为了收地，打伤我们好多村民，我们是来报仇的。你们才不是村民呢，他们可没有你们的身手，也没有你们那些好马。说吧，你们到底是何人？我们不是村民，那又如何？反正你插翅难飞。走。大哥，不是命我们假扮村民吗？现在被他识破了，这可怎么办？人既然在我们手上，接下来听命就是了。走。今天真是要好好庆祝。御医说，那卫姬一夜未睡，干坐着等消息，还染上了风寒。这也难怪，他天天摆出一副最重亲情的样子。如今他最疼爱的弟弟出事了，他还睡得着？他还去告诉太皇太后，以为这样就能保他母子平安。我就说嘛，就算现在没有人碰他，他也未必能保住胎儿啊。是他自己闪失，怨不得别人。现在更是闯下大祸。那卫青不是为了收地，与人结怨吗？哼，就算他有所怀疑，他能有什么办法？也不能信口胡言，无凭无据的推在我们身上吧？对，卫青出事之时，我们可是两耳不闻窗外事，一心陪卫姬看歌舞的。我为维护卫姬都失态呢。这些啊，人人皆见。他要是指责我们，那可是冤枉好人。他现在无可奈何，一定急疯了，如今还病着。好，我就借着这个卫青，好好折磨一下这个小贱人。如何折磨？哼，今天割耳朵，明天砍下他的手，逐个扔到卫姬面前，看他还保得住胎。子夫啊，你还是趁热喝点粥吧。我把山楂磨碎了放进去，更是酸甜可口。我知道你不想吃，可无论怎样也不能饿坏了胎儿啊。你就快要当母亲了，也该为孩子想想呀。找到了吗？平阳公主也派人去找了，应该很快就能有消息。你放心，卫青机智果敢，身手出众，一定不会有事的。卫青向来与人为善，从来没跟谁结过怨，定是那帮粗野的村民所为。但村民不是已经被平阳公主说服了吗？怎么会再生事端呢？难不成是皇后？哎呀，这倒像是。他请大家看歌舞，其实是要假装好人。他当着众人的面前，悉心照顾子夫，保护胎儿，予人一种贤厚力保容易的假象。太皇太后既有旨意，她不能加害子夫，就只有向子夫的亲人下手了。他们这么做是为什么呢？就为了让子夫伤心吗？妇人怀胎初始，多有不稳，伤心难过必动胎气，而他们反倒可以置身事外。那卫青会怎么样啊？子夫，子夫，你没事吧？段大哥，卫青在我心里比我自己还重要。你不用说了，卫青的事就是我的事，我一定会把他找回来的。段大哥，就怕我这一去，你的安危。段大哥放心，有易叔叔在。好，我现在就去。子夫，你放心，
就算我拼了命，也要让卫青安全回来。不，卫青要回来，段大哥也要回来。子夫在此设席以待，与段大哥和卫青围炉夜话。段兄弟为何而来？为了谢罪。段兄弟对我只有恩惠，何罪之有？因为我要对你食言。当年你我戍守边关，一次遇袭，小命都是段兄弟所救。我曾誓言要以命相报，段兄弟却说要以酒代谢，足矣。可惜今有一事，冒求公孙兄出手相助，情况有可能很危险。你没有食言，也不用谢罪。当年我曾说过，以酒代谢太便宜我了，在我心中，永远欠段兄弟一条命。你一句话，我便二话不说，赴汤蹈火。到底怎么回事？说。我的好兄弟卫青危在旦夕，卫青如今于宫外失踪，下落不明。我若明察，怕会更陷卫青于险境。我知道你熟悉黑白两道，能人勇士，若有你的帮助，一定有希望。放心，段兄弟的兄弟就是我的兄弟，我马上动身。谢公孙兄。大哥，你们找我过来，不也不过就是为了求财吗？要不这样，他们给你多少酬金，你把我放了，我给你双倍。你不就是个小卒子吗？你付得起双倍的价钱吗？是，我就是一个小卒。你说谁愿意花钱买我的贱命呢？哎，究竟是谁啊？我怎么知道那么多？反正受人钱财，一声令下，你是生是死，与我何干？哎，老二回来没有？还没有。这老二怎么搞的？弄点粮食走这么久，一整天连人影都不见了，饿死人了！哼！干兄弟！从找到破网到拾回千户名册，我们已经走得很远了。相信卫青与我们很接近。林正，烦你回去告诉公主，请公主再多派些人来帮忙搜索。诺。驾！我们分头找。好，我去那边。没事了，没事了。啊，没事了。卫青找回来了，是皇上回来了。皇上一得知子夫有了身孕，就快马兼程赶回来了，应该明天就能回宫。卫青一定没事了。子夫，你听到没有？皇上回来了，卫青就有救了，你不要再担心了啊。就是啊，这2天你一吃东西就吐，都是因为忧心的缘故。现在这心头大石，就先放下一半吧。等一会儿你再试着吃点东西。哎呦，菜都凉了，易老头，你去温一温。啊。哎呀，好事来了，你还是这副面容，快点出去，别让我们再惹霉运了。易叔叔，你想到什么了？不妨直说。皇上回来，对于卫青来说，不是救命，而是催命。易老头，你别再故作高明了，不吓人的话你就不会说吗？哎呀，他们的目的呢，是想让你担心，以致病倒，胎儿不稳。如果他们的目的达到了，卫青也就不会那么快有生命危险了。可现在皇上回来了，他们就需速战速决。那卫青就危在旦夕了。易叔叔，那你的意思是，他们会在皇上回来之前向卫青下毒手？母亲，
你刚才是不是说皇上明天就回来了？那我们去找太皇太后，让她叫窦太主和皇后放人。无凭无据，太皇太后怎么会听我们几句话就降罪于自己的女儿和孙女啊？更何况太皇太后关心的是子夫肚子里的龙翼，未必会在乎卫青的生死啊。既然他们抓卫青，是因为我，那能救卫青的人，也只有我了。本来想多留几天那马奴的性命，但是既然皇上急着回来，别无他法了，那只好叫韩嫣那边即刻动手。娇儿，你想想，到时候卫姬的胎儿一定不保，你皇后的位置可就坐稳了。你放心，这件事情完全与你无关，你等着看好戏。启禀窦太主、皇后，卫姬他拦都拦不住，奴婢实在不敢碰他。见过皇后、窦太主。卫姬，你有孕在身，不必多礼。不是说过了，这阵子不用你向皇后请安吗？你应该在兰陵殿好好休息。奴婢在兰陵殿，食不能厌，夜不能寐，想起皇后为我精心设宴备舞，关怀备至，又想起皇后曾经答应太皇太后会保护我跟腹中胎儿，遂来此向皇后求助。卫姬，你是否身体不适啊？那更应该回去，我们传御医去照顾你。春玲，快去传。只怕御医来了也于事无补。既然连御医都无能为力，我们又能帮上什么忙？相信皇后早已听闻，奴婢的弟弟卫青失踪，奴婢正因此寝食难安，更担心忧虑过度会伤及腹中胎儿。卫姬，你究竟想怎么样？皇后乃一国之母，窦太主是太皇太后的亲女，皇上的姑母，位尊权大。奴婢只求皇后、窦太主帮我找回弟弟。哎，兄弟，吃饭了。哎呦，好好，吃饭，吃饭。哎，大哥，吃饭。哎，我也饿了，给我一碗吧。大哥，要不要给他吃？贵人说，一天砍手，一天割耳，然后杀掉快要死的人了，还浪费粮食干什么？快去！皇后的亲兵守卫，与我可调动的人马，都已经在帮你寻找弟弟了。你先回去，有消息我马上派人通知你。只怕收到的也是死讯吧？哼，这倒未必。卫姬，你向来心善，不是说天佑善人吗？你弟弟是不会有事的。窦太主既知天佑善人，何不行善救人，以得天意？我现在不就是在替你尽力吗？我虽想行善，但生死有命。你已经尽了心，我也尽了力，其他的事就要看你弟弟自己的命啦。只怕我弟弟的命就在歹徒手上，等着另一条性命去换呢。他若真的被歹徒所抓，我们身处深宫，除了派兵去寻找，也是爱莫能助呀。就是，看你气虚体弱的样子，你还是回去等消息吧，免得伤了自己，又伤了龙胎。如果卫青有事，我也不会独活。皇上明天回来，问我为何在交房殿出事，顺藤摸瓜，一定会找到幕后凶手。凶手又不在交房殿，你这般赖着不走，难道是想嫁祸于我们？奴婢不敢。只是现在，最有可能找到卫青的，
这是皇后和窦太主。奴婢在这里等，也觉得安心。可是我不安心啊！你语中有话，不是想嫁祸又是什么？我堂堂皇后，岂容你在这里撒野？我以皇后之尊命令你出去。我就在这儿等弟弟回来。弟弟若不回来，我就跟我腹中的孩子一起死在这交房殿。